脚使劲，脚使劲，脚使劲蹬，对，漂亮，好，脚使劲蹬啊。把这只手挡一下，把这个反光挡住。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小伙伴，以前真的是连动都不想动一下，就只想待在宿舍里面不出去。但是上班之后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出去走走。于是趁着春节前，我请了3天假，来到了阿勒泰。我的围巾还有一点粉光，很凝固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们坐上了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的 K9765次雪货列车。出火车站的时候，已经能微微的看到日出了。看那边的夕阳，哇，它真的太好看了！什么夕阳、日出，这种话都说不清楚了。然后领队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追赶日出。这是我们在阿勒泰吃到的第一顿当地特色的早餐。我已经忘记了这每道菜分别叫什么，只记得这个果酱真的好好吃。吃完早饭，向禾木出发。这栋简直就是梦中情屋哎！哎，看这栋房子，这看它被包围了。看着师傅铲屋顶上的厚厚的积雪，这个过程真的太治愈了。现在几点啊？我其实想再看一会儿，但是我们其实是要去日落观景台看日落的。下山了，下山了，下山了。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我这次是真的体会到了下山真的太难了。咱就说下山喽，屁股滑下去。不是我屁股好痛啊！屁股好冰啊我。看了禾木的日落，当然不能错过禾木的日出了。为了拍日出，头发。此时的我注意力全在日出上面，完全没有注意到空气中的小冰晶，直到下山后，在桥边我才注意到了它。而且空中有那种细沙，是亮晶晶的那种。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传统意义上的钻石城，但是我们的幸运之门仿佛已经被这个小冰晶所打开了。不得不说，这趟旅程我们真的很幸运。其实这趟日出我们并没有预留太多的时间，而此时的我也还在遗憾，总觉得没有拍够，因为禾木真的太好看了。
但是我们必须启程前往喀纳斯。你看村子里都冒着热气，真是好好看。因为贾登峪路段由于雪崩已经封了20多天了，因此我们必须绕路前往喀纳斯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得花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抵达。但就当我们回到民宿开始收拾行李时，我们接到通知，贾登峪路段封了20多天的路通车了。于是我又紧急飞了一次无人机，拍到了阳光下的禾木村庄。哎呦，好可爱！这是贾登峪路段的小猫猫，大概是因为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小猫，所以它一点都不怕生。贾登峪在夏季的时候是一个换乘中心，因为夏季是旺季，私家车是不允许开进禾木村庄的，只能先抵达贾登峪换乘中心，坐摆渡车前往。但是到了冬季，这个小镇就几乎没有什么人了。我们也仅仅是路过的时候进去看了一眼。由于贾登峪路段的解封，我们有时间去逛逛3湾，但是他们都冻住了。卧龙湾，感觉这个应该是夏天比较好看。冻住了。水呢？这个是神仙湾，是这几个湾里面唯一没有都被冻起来的。走吧，哎呦，往回走。新疆的雪就是踩一脚进去，你都不知道会有多深。哎呀，哎呦，太费劲了，还是踩这种实了的吧。不是，你要么就是。喀纳斯的蓝调时刻。那边待会儿会迎来日出，然后喀纳斯它其实整体没有禾木这么热闹繁华。我真的太喜欢新疆的日出了，不是因为它多么耀眼，而是对于习惯了浙江冬季最晚7点日出，夏季甚至5点多就日出的南方小土豆来说，阿勒泰9点半的日出实在是太好奇的来了。是的，下雪了。我们遇到了喀纳斯的雪，一场足以会让南方人兴奋，但又不会影响我们行程的雪。水蘑菇，这是小松树吗？好小的松树，小松树。我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对喀纳斯湖的风景念念不忘了。接下来，请欣赏我对喀纳斯湖风景的赞美。下雪的喀纳斯湖，别有一番风味耶！我感觉这个下雪了，好好看哦！哇，好好看哦！那边还有人踩了个爱心吗？是？我感觉下雪的喀纳斯湖不比那个有晨雾的喀纳斯湖好，那个不好看。下雪的喀纳斯湖也很好看。哇，这边很好看，这好好看。我感觉这个下雪天配这个景真的很好看。这不得拿出相机，果然相机背着是有用的。这也太好看了！好看，这也太好，这边好好看哦！这边好好看。没有，我们走了10有1公里的哦。
哇，这太好看了！那么喀纳斯湖究竟有多么好看呢？要说这趟旅程有遗憾吗？我想是有的，没来得及用无人机完整的飞一遍喀纳斯湖，只录到了其中一小段，没来得及在新疆搭一个雪人，误删了一个很重要的素材。但除了这些，这趟旅程真的只能用幸运来概括了。抵达禾木的第一天，我们在阿勒泰的火车站看到了日出，在禾木的观景台看到了夕阳，在白桦林看到了星空。禾木前往喀纳斯湖要经过的贾登峪路段封了20多天的路，在我们出发前2个小时通了，为我们节省了一半的时间。我们没赶上白哈巴的晴天，阴天使这个村庄仿佛失去了一些色彩，但却赋予了这个村庄独特的静谧。这一程我们几乎没有在路途中花费预计之外的时间，完美的卡上了每一个时间点，让我差点以为冬季的北疆之旅就是如此。直到回来后，我才发现这趟行程真的何其幸运啊！刚刚好的行程，靠谱的领队大哥，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新疆之旅了。这趟行程我们其实还去了赛里木湖，但是没有录制太多的素材，就把拍到了照片放在视频的最后，也是留一个小私心，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在赛里木湖骑行的时候，再向大家好好介绍赛里木湖的风景。